Hello，大家好。因为加拿大的房产持有成本比较高，而且呢，有些城市还会征收空置税，因此呢，大部分房产投资者都会把自己购买的房产出租给租客。短租的风险呢还稍微小一些，但近几年加拿大对短租房的限制越来越多了，所以很多房产呢被迫进入长租市场。相比短租市场，长租市场的风险可就大多了。拖欠房租还不算是最坏的。有很多不良的租客会破坏房子，或者是在房子里种大麻，还有一些不良租客呢会当二房东，把房子再次分租，这些呢都属于房东的噩梦。最近呢，在多伦多就发生了一起非常轰动的豪宅分租案，这个案件呢还涉及到一些华人房东。这起案件非常恶劣，几乎把房东所有的噩梦都一网打尽了。很多人都知道加拿大的法律是倾向于保护租客的，这种保护有时候甚至让人感觉到离谱，能离谱到什么程度，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。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。多伦多万锦的一名租客租了12套豪宅，然后把它分租给上百人。这些租客把12套豪宅造得面目全非，他们破坏房子，在房子里种大麻、吸毒，甚至连凶杀案都发生过。上个月法官对这起案件做出了最终裁决，但这个裁决却把这些房主都给气炸了。先说说这个案子的二房东，这哥们呢叫萨义德，人非常不老实，坑蒙拐骗什么都干。他经营过一个车行，汽车销售监管机构就有他的38项指控，而且呢都是一些涉嫌修改汽车里程表之类的欺诈行为，绝对是劣迹斑斑。他在租房中呢使用了伪造的身份，因为租的是豪宅，他为了取得房东的信任，还专门包装了一下自己，以每月5123元的价格租了一辆兰博基尼。这个包装非常成功，他一口气租下了12栋豪宅，分别位于大多伦多地区的列治文山、万锦和康山等地区，然后非法改造原住宅，分租给了上百个租客。而且呢，他钻法律空子，利用疫情期间禁止驱逐租客的条例，拒绝向房东支付房租。房东们的豪宅呢也惨遭分租客们的毒手，天花板和下水道都出现漏水，阳台变成了垃圾场，衣柜呢被改成了鸟窝，家中的电器不是损坏就是被盗，院子里还种植晾晒大麻。而且呢，有的房子发生过严重的持刀行凶案件。根据这些房东说给他们的房子造成的实际损失不低于100万元。案发后，这些房东就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维权过程。最初呢，他们找到了房东租客委员会，但是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，后来没招，只能进入诉讼程序。房东们联合把萨义德告上了高等法院后，才有了一点转机。刚进入诉讼程序，这个二房东就开始装疯卖傻哭穷。一开始呢，他矢口否认自己经营分租房屋，后来呢，又说自己不知道分租房子是违法的。他说他在过去2年一直靠分租经营房屋才勉强糊口。他还称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对物业进行维护，并且管理租客，自己呢也是挣扎度日。他声称在破坏房子之类的事情发生之后，他自己也想把租客赶出去，但谁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所以他说自己也是受害人。反正就是一通撒泼打滚，胡搅蛮缠。后来呢，这哥们儿银行流水呢把他自己给出卖了。在他分租豪宅期间，每个月银行存款总额在3万加元至20多万加元之间，取款的总金额呢也达到了21万6千加元。这跟他说的惨淡经营、挣扎度日情况是完全不符的。20年9月，安省高等法院判租赁合同无效，勒令赛义德立即停止非法分租生意。尽管法院判决下来了，萨义德不但拒不执行，而且仍然以二房东的名义收取了租客1个月的租金。到20年11月初，这12栋房子里边还住着80个人。当月，萨义德被法院最终裁决10天内向各房东支付共3.6万加元的赔偿金，否则呢将被逮捕监禁4个月。此判决一出这些房东就立即被气炸了，因为他们认为萨义德给房屋造成的损失呢至少高达上百万元，而3万6千元赔偿金呢和房东的损失相比是杯水车薪。其中一个房主表示除了房屋受损外，他自己的房子仅拖欠1年的租金就4万元。现在呢，法院判的这3.6万赔偿金分给12个房东，平均呢一个人只能得到3000块钱，少得可怜。这点钱修复房子是远远都不够的。这些房东认为法院的判决简直就是鼓励犯罪。
这个案例说明，在加拿大当房东绝对是一门学问。你不但要了解加拿大的相关法律法规，还要学会和钻法律空子的人斗智斗勇。所以投资房产的朋友在出租自己房产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选择租客。我觉得具体可以通过以下步骤确保租客的可靠性。第一呢，就是要求租客提供身份证件和过往的犯罪记录检查同意书，这样呢，你至少能了解到租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要求租客提供最近的工资单、雇主信，有工资定期进账的对账单，要求租客提供信用检查同意书，这样呢，你才能了解到租客的收入情况是否稳定。第三点呢，就是要求租客提供推荐人的联系方式，比如说租客以前的房东或者是租客的雇主、亲属等等，这样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就能设法找到租客。第四点呢，就是购买房东保险。如果出租房发生意外情况，警方和保险公司呢会调查原因，分清是哪一方的责任。如果是租客的责任呢，租客就要承担责任；如果是房东的责任呢，房东险就会起到保障作用。一旦出租过程出现财产损失，至少是有办法弥补的。如果你能做到以上4点呢，就应该能大大减少遇到不良租客的概率了。现实中，很多人会把自己的房子委托给房产中介代理，而房产中介为了快速促成交易，拿到佣金，他们呢一般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在租客的筛选上，这样呢往往容易带来不良的租客，所以这也是作为房东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事情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呢，每天都会分享一些生活、经济、房产方面的资讯，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